是不是？快看呐，地方什么都有，跟什么样？是啊。通过考验的有缘人才能入住本客栈唯一一间上房，若敢擅闯，这就是下场。哼，不就是间上房，我出双倍价钱！哎，等等，原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低调行事，事到如今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大明国皇子周秦。嘿嘿嘿嘿嘿，这么厉害！别说皇子，就算皇帝来了，也得通过考验才行。在下海云帆，请问老板娘，你所说的考验是指？总算来了个带脑子的。自从你们踏入灵溪镇，升仙大会的考验就已经开始，而本客栈唯一一间上房，就是你们完成考验的奖励。那你不早说，害我白挨顿揍！所有的考验都需要自己摸索，谁也帮不了你。不可能，这种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，他分明是在耍我们，是吧？就是，对呀，对，怎么就这样？这一定是啊！没错，没错。谁说完不成了？没错，这张上房券正是任务奖励。这他谁啊？怎么这么快就拿到奖励了？好像叫王璐，看这装扮应该是富家少爷。升仙大会还没开始，便遥遥领先所有人，厉害啊！上房一位，小哥，请。等等，你都不看真假？你们有奸情！胡说，这是任务奖励，我们压根儿就不认识老板娘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们做的是什么任务，又是如何完成的呢？流程是这样。首先，村老者会以求助名义跟我搭话，他会给我介绍整个镇子，酒楼、药铺、当铺、茶楼、杂货铺等等。这时候你就耐心听完，才会触发下一个环节。吹吧你就！那老头是个结巴，说话絮絮叨叨的，听他介绍完村口大门都要半个时辰，傻叉才会听他讲完全部。对，说的对呀，是啊，就是对呀，有道理。其实我也听完了。但并未触发下一环节。在下是来自云泰国的海云帆，还请王兄赐教。好说，介绍完了，他说自己口渴，那就给他水喝了。我给了，给了，给了，真给了，真给了。他喝完水又说自己饿了。我按照他的要求给他买了镇上的千层糕，可他吃完就不理我了。对呀，这时候你就要追上去问他，哎呀，你为什么不买呢？然后关心他，爱护他，照顾他。哎呀，再去给他买酒。他喝完酒，哎，他就高兴了，他就给了这个任务奖励上房。对，敢问王兄，你事先知道这一切？不知道啊。所以说，你为了满足他的奇怪要求，几乎把整个镇子跑了遍，而且事前并不知道有回报。对呀，你凭什么呀？就凭一个庞大任务链摆在面前，身为一个合格的探险者，自然会一路走到底嘛。受教了。什么冒险？为了件上房这么拼，简直就是个白痴。话说马厩不是还空着吗？真有人完成了隐藏考验？那小子叫王璐，看起来挺聪明。我看他是闲的啊。整个灵剑派就你王五最闲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爹怎么把设计升仙大会这种重任交给你呢？比起升仙大会，你还是先考虑考虑你和掌门师兄的赌约吧，小灵儿。我什么时候输过？哎，你要是输了，就得乖乖回山。好冷，好凄惨。滚！你们灵剑派没有一个正常人。你这胡萝卜金子做的，500两一个，咋不去抢啊？就是，这年头求仙问道的，谁家里还没点背景？真拿我们当旅游的肥羊才。对呀，就是狗都不买。要不是赌约，看老娘咋收拾你！哟，这不是老板娘吗？
怎么，现在生意不好做，改行卖萝卜了？快滚！别让老娘发飙！又来，你这欺负老实人是吧？少爷，咱们都逛半天了，一点任务都没有。在修仙界，我们还是太小白了，多出来走走，总会有收获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收获这不就来了吗？哎呦我去！还有会，竟然在这找到此物！这王陆大佬对这根胡萝卜很感兴趣啊！这不就是普通的胡萝卜吗？你为何如此惊讶？王兄的眼力和智慧皆是上乘，他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哎，王璐，这胡萝卜到底什么来头？快说！哦，哎呀，没事。这么多吗？老板娘，我这全要了，你可别反悔啊！500两一根，你疯了呀？啊，全要？怎么回事？500两？王兄，莫非是有什么新的看法？哎呦，你想太多了，我能有什么发现啊？没有什么发现。快点！隐藏任务他都敢说，这萝卜的来头他却隐藏着，真的是好宝贝。去你！啊，少唬人啊！普通萝卜你花500两，咋的？你能买吃素啊？总之我先买了。看看，急了，他急了，快说，这胡萝卜到底有什么秘密？哎呦，这暹罗对灵根没有用。什么暹罗？这只是普通萝卜呀。别人还说你是个天才，我看你就是个白痴啊！本皇子炸你几句，你就什么都招了啊！600两一根啊！600两！本皇子今儿包圆了！天哪，涨到600了，太有钱了吧？600两，什么是暹罗？居然这么值钱！虽然没听说过，但名中带仙，莫非是跟修炼有关？而且王兄还提到了灵根。哼，我看你们两个也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各位，众所周知，修士的修炼天赋主要依靠于灵根品质，而有些天才灵宝可以滋养灵根，增加天赋。所以，真相只有一个。我知道了，这萝卜正是这一类的天才地宝。我推理的没错吧，王璐？哎，大家不要听他胡说啊！这胡萝卜就普通胡萝卜啊！拿来吧你！你还敢偷吃？700两，我也来一个。我有5根，800两，我要10根。我要，给我我要！快看！本皇子刚才说过，今儿我包圆了，听不懂人话吗？你们？哎，凭什么？我们都有钱是不是？凭什么？凭什么呀？我们都有钱，凭什么不让我们买啊？1000两一根，我全要。我都别争了，成交。好。哎，明明是我们先认识暹罗的，朱钱抢就算了，还全部垄断。没事儿，谁让人家有钱呢？少爷，明天升仙大会正式开启，早点休息吧。不急，等个人。等谁？开门，快开门！是你呀，这上房的条件也不过如此啊！是啊，不像马厩四面通风，没事还能拍个蚊子网。这2根暹罗，换着他上房。真的？真的，本皇子不换。你抓我！姓王的，我知道你想要，少跟我玩欲擒故纵那一套。朱兄，再说下去，画风就变了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肮脏呢？你想啥呢？我说的是暹罗，懂吗？不换。王兄，你不想改善灵根了？不想加入灵剑派了？不想修炼成仙了吗？3根，就3根，咱们仨睡一起行了吧？王姐，我来的好像不是时候。来的正是时候，他想拿这玩意儿潜规则我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听我狡辩。我就讨厌你们这些野蛮人！我的店我会整，下次再遇到变态喊一声就行。你才变态！你全家都变态！你全家都……
身，没门儿！关门。这资质我也是老糊涂了，竟然会信王五的鬼话。改天谢了，让我净赚10万两，这顿饭当犒劳你俩了。哎呀，出门在外嘛，互相帮助嘛。我确实和灵剑派有些渊源，但这次升仙大会的考核是王五设计的，我没法给你提升。王五，灵剑派五长老被称作灵剑派之耻，酗酒、赌博、借钱、打架，样样精，行事作风不拘一格，旁人根本猜不透他的心思。这么说，明天考核有点意思。好了，吃完早点休息，明天祝你好运。那就多谢了，少爷。您帮他赚了这么多钱，他就只请您吃顿饭，未免也太小气了。这么多钱，这起码得有5万两啊！霄云古钱。快看到，就从这儿爬上去了。这次我一定行。这里是灵剑山青云峰，通过这条青云路可直达灵剑派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青云路就是第一关考核了。哎，王兄，你有把握吗？资质决定成败，我乃天灵根，应该没问题。别吹牛逼了，天灵根那是万中无一的顶级灵根。你要真是5大仙门任你选，你怎么会来灵剑派？哎，朱兄，这灵剑派怎么了？灵剑派啊，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要体育没体育。要不是太古老，早就被移出5大仙门之列喽。哦，谁敢轻视我灵剑派？哇，你们看，御剑飞行！刚才是谁出言不逊的？朱兄，放心吧，算我欠你一个仙轮。两位师兄啊，我这位朋友啊，他心直口快，你们呀，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就你小子辱我灵剑派是吧？爱来来，不来滚，没人留你。不好意思啊，诸位，我师兄他心情不好。再敢出言不逊的，直接取消升仙资格。关于升仙大会的基本规则，相信大家都在镇上打听的差不多了。第一关青云路考验的是资质，等你们走到合适的高度，自会知晓后面的事。切记，尽力就好，不可以逞强。下面我宣布，升仙大会正式开始。我们走了，走了，出发。修仙之路始于足下，王兄，请吧。无人扶我青云志，我自踏风破雾行。灵剑派，本少爷来了。我灵剑派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陆长老，有没有选中的弟子啊？青云路考验的是弟子资质，现在还早，看不出端倪来。王五，你怎么看？王五，那是我的椅子。他大就好了。宗门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败类呀？王兄，你没感受到阻力吗？没有啊，我倒觉得比平时走路更轻松。英雄，我怎么感觉我身上有块大石头？你也感觉吃力啊？明明没走多久，却像是连续赶了几天路。我大概猜到怎么回事。方才接引弟子说，这青云路考验的是资质，而所谓的高度，也就代表着我们各自的资质。没明白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青云路本身就设有阻力，而越往上走，阻力就越大。就像你们现在的情况。那少爷为何不累啊？因为这山里啊，灵气充溢，灵根越强大，自然吸收的灵气就越多，这就形成了助力。所以说，当阻力和助力达到某种平衡时，每个人所处的高度便代表了资质。回答正确。怪不得王兄至今未曾感受到阻力，说明自然吸收的灵气极为恐怖。莫非王兄真是天灵根？还吹牛逼呢啊！你们以为天灵根是随处可见的青菜萝卜吗？不过像你们几个这种垃圾，坚持到这里也挺不容易的啊！
骂了灵剑派还能活着，朱兄更不容易。咱俩的账迟早跟你算清。朱兄方才只是吐槽一下，不会遭到过分的报复吧？哎呦，能御剑飞仙的那是仙人，在仙人眼里啊，凡人跟草芥蝼蚁似的。换做你被一只蚂蚁咬了，你会跟蚂蚁讲道理？啊，这么严重？哎呀，我觉得这灵剑派是为了考虑口碑，要宰也是偷偷宰，比如找个四下没人的地方，再把它……胡说！你肯定是怕我走到你前面超越你，对不对？朱兄，你在听啊？对，你走你的，我们就随便闲聊嘛。哎，朱兄怎么不走了？让你先走。啊，对了，少吃点胡萝卜，小心拉肚子啊！我看你是羡慕我，羡慕你是皇子，还是羡慕你后妈3000啊？别指了，假的，这就是普通的胡萝卜。当时就让你别买，不听劝。哼，放屁！我这可是暹罗。谁说的？你说的呀。我操！你和老板娘联合起来坑我是不是？你猜呀？走了，王忠，小心殃及池鱼。好。哎，什么是殃及池鱼啊？说清楚啊！敢在灵剑山地界随地乱扔废品，扣打！高路，我走不了你！王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能来到这里，实属不易，资质已然达到外门弟子的标准。选左边，可加入外门，结束考核。太好了，少爷，你成功了。错，是我们。我就是个书童，全靠少爷帮我。王忠，你能通过青云路，说明你是有仙缘的，你大可不必管我，去追求你自己的未来。少爷，难道你是想……年轻人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机会只有一次。倘若你选择了内门，一旦考核失败，那就连外门也进不去了。既然来都来了，当然要一口气走到底。王兄说的对，剩下的路啊，我陪王兄走。算我一个，咱们一起，相互还有个照应。好啊。王忠，我说了，你可以去外面，从此你便是自由身了。我还是跟少爷一起吧。王璐，你有本事你别走！哎呀，少爷，他好像又挨揍了。本少爷出门在外，人受点委屈很正常。哎，王璐，人呢？你别跑！王璐，王璐，他们都这么勇的吗？少爷，雾越来越大了，看不清路啊。好事啊，这显然是进入新地图的征兆。新地图？你们不会以为升仙之路只有一条直线吗？中间肯定会设计很多关卡来考验每个人的综合素质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我们即将进入一个独立的位面空间进行考核。这迷雾很有可能是地图的缓冲地带。我听镇上的村民说，第二关考验的是性情。性情？好啊！老子我可算追上你们了。朱兄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难道？这位是三爷，这就是王兄所说独立的新地图啊！新地图，王五，你搞什么非议？没错，正是新地图桃花源。这可是我耗时2个月才打造出的天才设计。掌门师兄，你想快就快，不用害羞啊。这内门考核岂能儿戏呀？
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灵剑派人少的原因了。不要那么古板嘛，我们要与时俱进。嘿嘿，与时俱进个屁呀！用灵宝云波图单独布置一个幻境，有什么用啊？二长老此言差矣，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幻境，这里面每个人都有血有肉，主打一个真实，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测试出人的情商。情商？情商？没错，正是情商。现在已经不是仙魔大战的时期了。当今九州大陆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，好勇斗狠什么的早就过时了，广交朋友才是立足我们修仙界的根本。总的来说，如今修仙者拼的不是打打杀杀，而是人情世故。掌门师兄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道理是有点道理，不过怎么能从你这个过街老鼠嘴里说出这种话？师兄，你凶我为升仙大会心力交瘁，你不体谅人家就罢了。我走。哎，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太重了些啊？重什么？他你还不了解？又买酒去了？喂，你给我回来！擅离职守，不扣你零食！死猪害怕开水烫，王我欠宗门的钱，他是得算到300年以后喽。造孽啊！3天了，也不知道王忠和小海怎么样了。桃源村不大，以王兄的聪明智慧，肯定能找到的。先吃吧。王忠，王兄，你这出头怎么跟诸神在一起啊？小二，好酒好肉，给端上来！馒头清水，等一下，你瞧不起谁呢你？我要的是好酒好肉，懂吗？问你聋了吗你？别吵了，这是桃源村的规矩，没有货币，只能以物换物。清水馒头还是掌柜看咱们可怜送，每天就1顿。不是，那他们凭什么大鱼大肉？第一个通关者的奖励，包吃包住，菜品任选，还不限量。就我力点儿，但我选的明明是外门啊，还把我弄过来考验，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王忠，过来。王忠，你忘记我跟你说的话了吗？好，你跑得掉！我再问你一遍，王总是不是骗我？我真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你少他妈糊弄我！就是你们合起伙来偷我钱，10万两，10万两啊！没你事了，滚吧！真打算放过我？一个书童对付掉身价，滚！等等，你真打算一辈子给王璐当狗？普通人修炼的概率不足1/1000，你有仙缘，真的愿意屈居人下？少爷从小带我不玩，而且，哼，本皇子心情好的时候也会赏太监些银钱。说白了，他王璐只是拿你当一条随意使唤的狗，给你几根骨头，你还真对他感恩戴德啊？你想想，他对2个刚认识的陌生人都称兄道弟，对你却只有呼来喝去。所以，有没有兴趣来我这边？你是皇子，还缺仆人？哎，不是仆人，是朋友。朋友，你有机会进入灵剑派，做那人上，便有资格做朱晴的朋友。少爷，
这次考验，我想靠自己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好，有志气。本少爷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来，吃饱了还有力气做任务，加油！他王璐只是拿你当一条随意使唤的狗。你干嘛？这么香的肉！不要你的施舍。我说了，这次我要靠自己。哎，你看他这是怎么了？傻吧你！王兄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可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我尊重他的选择。这么用力干嘛呀？我花钱买还不行吗？好啊，一盘1万元。你讹我？哎呀，别生气嘛，这又不是第一次了。怎么想打人啊？王璐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老子之前的账还没跟你算呢。哎，兄弟，不就是抢你的上房，让你被老板胖揍几顿，花了10万两忽悠你买了胡萝卜，举报你被灵剑派惩罚了吗？至于为这点小事记仇吗？啊！找死！哎，朱兄，这可有规矩啊！去他妈的规矩！老子我今天非弄你！哎，举报！有人惹事了！举报！哇，太残暴了！举报有奖吗？小子，别挑事，否则……收到。朱兄，难怪村民说桃源村是最安全的，原来村里不能动武啊！不能动武，修什么心？哪个王八蛋定的规矩？不能动武，这是规矩。野蛮粗鲁，我看他分明是针对我嘛。王璐说过，升仙之路有很多关卡，来考验我们的各项素质。桃源村考验的是性情。我知道怎么通关了。王兄，王兄，我听你的，哎，又陪刘大婶唠了一天，再这么唠下去，他该认我当干儿子了。继续保持啊，等你刷满了对刘大嫂的好感度，你就过关了。王兄，你不会像对朱琴那样坑我吧？啊，哼，王兄是在帮你。海兄，你怎么才来啊？王兄，文兄，海兄来的不比我们晚，只是啊，他一直在做任务罢了。做任务？我刚完成了桃源村的考验，随时可以离开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？承蒙王兄提醒，事实正如王兄所料，桃源村是个独立的位面空间，只有获得好感度，才能通过考验离开此地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村长家帮他处理家事，没来得及跟二位会合。你要再不走，村长小鼻子该赖上你。果然，什么都逃不过王兄的眼界。既然王兄一直观察我们任务的进度，想必王兄知道你的书童跟朱琴走得很近。哎呀，这王忠跟我待久了，难免会自卑，想找回自信，好事儿。自信和忠诚是两回事。这是王忠遗留下来的，一个小小的书童，竟然有如此多的钱，想必也不太合理吧？王兄，我呢没有别的本事，看人还是非常准的。王忠这个人虽然名字里有个忠字，但天生反骨，我劝王兄还是小心为妙。哎呀，海兄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我呀相信王忠。啊，对了，据我推测呀，这桃源村
你刷的好感度越多，获得奖励啊越丰厚。你不继续努力啊？其实做第一个通关的人，我还蛮开心的。行，那就不留你了。二位告辞了，咱们灵界派见。灵界派见。海兄这么快就完成任务了，我也得加油，争取早日刷满刘大使的好感度。王兄，告辞。这些年家里失窃是你做的吗？你信我，只要让他爱上你，就能顺利通关。不行，我换一个。海云帆成功了，如今所有人都知道通关办法，镇上竞争太大，只有这里没人。你怎么不去啊？那啥，我有别的目标了。哎，别犹豫了，就他，再晚连他也被抢走了。小芳姑娘，我朋友有话对你说。公子何事啊？不行不行，换一个，换一个吧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公子请自重。小芳姑娘，我朋友会对你负责的。啊，公子是认真的，这可不是随便的人。我操！你他妈的！我警告你啊，职场是有规矩的，不能随便动武。母后，救我！母后，规矩都是骗人的，母后。哎呀，大功告成，想通了。王兄，是你啊，小宝。刘大婶刚认我当儿子，我也通关了。好事儿啊，干嘛愁眉苦脸的啊？好事是好事，可这半个月，很多失恋者都已经通关了，你还要等多久啊？我失败了无所谓，大不了回去当富二代嘛。但王忠不一样，这次升仙大会，或许是他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哎，好吧，我虽然无法理解王兄，但是以王兄的智慧，想走随时可以离开。保重，灵剑派见。保重。怎么又回来了？是我，少爷。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？说出来，让本少爷帮你参考参考。我通关了。你果然不希望我成功，这样我就能永远留在你身边，当条呼来唤去的狗，对吗？你怎么这么想我呀？不然呢？我明明有机会成为外门弟子，可你非要继续挑战，不就想永远高我一头吗？我劝过你，得了吧，王璐，我太了解你，你明知道我不敢跟你翻脸，才故意那么说，以此来考验我的忠心。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，多亏你的鼓励，我才能完成考验，成为真正的修仙者。恭喜你啊！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少爷。这个头报答你的养育之恩，从此以后你我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演得真烂。滚！父之真心啊，到头来终究是养了条白眼狼。可惜啊，本少爷的完美通关攻略，你无福享受。恭喜孙威完成桃源村考验，获得丁级奖励。我终于通关了！恭喜周星完成桃源村考验，获得丁级奖励。整整1个月了，我终于离开这该死的桃源村了！恭喜王俊岭完成桃源村考验，获得丁级奖励。哎，我也是丁级，哎，难道这关还有更高的奖励？
哎，你们看，这不是王璐的书童吗？恭喜王忠完成桃源村考验，获得丙级奖励。不愧是王璐的书童，他应该是目前唯一一个获得丙级奖励的试炼者吧？书童兄，据说还有最后一关考验，能否结伴同行，带带我们？第一，我是王忠，不再是王璐的书童。第二，这次通关全靠我自己，跟王璐无关。以后别在我面前提他。不带就不带，冲什么冲啊？就是啊，要不是王璐大佬带他，早在第一关他就被淘汰了，神气什么呀？你们懂什么？这次全靠我自己通关，他王璐人呢？恭喜王璐完成桃源村考验，获得丁级奖励。你听见没有？他王璐才丁级。恭喜王璐完成桃源村考验，获得丙级奖励。同级奖励而已，我比他快。恭喜王璐完成桃源村考验，获得乙级奖励。乙级？我记得之前最高的好像才丙级，王璐也太强了吧？这怎么连续播报了3次啊？哎，都忘了呀，这通关者也是可以继续挑战的。这获得村民的好感度越多，这奖励啊也就越高。也就是说，王璐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连续刷满了很多村民的好感度。这你妈，机智厉害呀，简直逆天了好吗？看看人家王璐闷声干大事，一看就是有大佬范儿，不像某些人啊，有点小成绩就能的不行了。王璐，下一关我一定超越你。这少年明明完成了考验，为何不走呢？好好的考验，你非得整一个甲乙丙丁等级来？以前升仙大会的规则千篇一律，这次我特意增加了等级越高评分越高的机制，是不是很有创意啊？胡闹！你这不是破坏试炼公平吗？方鹤师兄，你放心，奖励呢会根据评级自动从宗门宝库里随机领取，绝不影响公平。什么？宗门宝库？宗门宝库？这王璐还没入门就能拿到灵宝？他才乙级啦，只有甲级才有灵宝奖励。还有甲级？师兄你放心，甲级难如登天，他绝不可能达成。你最好是说到做到。哎，老板，我能不能拿这个换你点好酒来啊？哎，我能不能拿这坛好酒换点肉啊？跟你换点水果。哎呀，连做90个任务，怎么还没到甲级？不过有挑战，我喜欢。还有3个任务，刷满，应该就甲级了吧？伙子，你真是个好心人啊！要不进屋喝点水？不必了，我还赶着去村口的学堂呢。去学堂啊？啊，那我好不好麻烦你再帮我给我儿子带封信呢？信？可以，大娘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任务又给他接上了，谁能想到村口那脾气古怪的教书先生，居然是陈大娘家的儿子？原来这1个月就把村里所有的人脉关系都捋清了，这也太牛了吧！走了。哼。哎，别打扰我做事，滚！哼，这呀是你娘给你的家书啊。家书？别动我的事。断为2句，填好了。小径夜分扬，与君笑语长。相伴情欲厚，愿化比翼祥。娘，感谢您成全孩儿。爱情啊，它本没有对错，何须在意他人世俗眼光？兄台，可否帮小弟个忙？当然。这是我的贴身之物。娘，我不去见门了，我要回家。那可由不得你。小芳姑娘，
谁敢扰我雅兴？是他。是他的味道。我操！小芳和秀才居然是一对儿啊！这他妈谁能想到？小芳是最后一个村民，这么说，恭喜王路完成桃源村所有任务，获得甲级奖励。这王五！哎呀，家里好像炖了汤，瞧我这记性！回来！甲级宝物究竟是何物？恭喜王兄，贺喜王兄拿到了桃源村最高奖励甲级，可不是我的目标啊！你不是已经把村民的好感度都已经刷满了吗？难道还有更高级的？哎呦，朱兄，怎么如此憔悴啊？这哪是憔悴啊，分明是被小芳姑娘榨干了。有证据吗？就胡说！这种事哪有证据啊？不过朱兄，你的口味挺重啊！闭嘴！他这是造谣，他诽谤我呀！他大家都是成年人嘛，理解。才敢乱嚼舌根，我就……哎，决斗，你敢吗？是可忍，说不可忍！王路，我跟你拼了！救命啊！有人闹事了！我说过你小子别惹事儿。好美啊，你是仙女？花言巧语，你当我小姑娘啊？再敢口说我灭了！喂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你还想干嘛呀？你也不想你跟小芳姑娘的风流韵事被修仙界广为流传吧？逗你玩的，打我！大哥，别搞了行不行啊？哎呀，就搞一下，你相信我，就一下，打我噻！打我噻！呀！救命啊！有人闹事啊！我说过，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。你小子到底想干嘛？身为一个合格的冒险者，当然要追求完美通关了。其实桃源村还有一个被大家忽略的村民，你已经是甲级奖励，还不满足啊？奖励什么的无所谓了，主要我这人有强迫症，说好的完美通关少一个那就不叫完美。说吧，怎么才能获得你的好感？好，很好，我很欣赏。不如换个地方聊聊。正有此意，请。女士优先。不好，王路有危险！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跟王五比无耻，怕是他碰到铁板了。可是抛开手段不谈，王路的资质和性情均属上乘，我们真的见死不救吗？救？怎么救？这都不在监视范围之内，鬼知道王五带他去哪儿了。藏宝阁，这是要直接给我颁奖啊！宗门宝库失窃，作为灵剑派长老，处死个把小贼，合情合理吧？哎，等等，神仙大会明文规定不能斗武啊！你猜规则是谁定的？你啊！这里就我们两个，旁人也无法窥探，怎么处置我说了算。那就好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也不打听打听我王五，几个意思啊？意思，这四下无人，那咱们就是自己人了。虽然小灵儿很看好你，但我毕竟是灵剑派五长老，绝不能训死我。小云古钱，小灵儿这都给你了？这不是你掉的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开心吗，仙女？讨厌了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哎呀，随便来几件神器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哎呀，你真坏！神器倒是没有，
不过几件小零宝，小意思啦。那不过我们得先说好，如果这事儿让第三个人知道，人家可是会拧爆你的脑袋的哟。哎呀，行吧，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嘴巴严。好厉害的优点！罢了，就当这小子运气不好啊。看看妖风谷的情况。好。恭喜王璐完成考云村考验，获得超顶级奖励。我呸！什么超顶级的？一听就是王五现编的，好吧？落到王五手里，他居然毫发无伤。等等，这不是宗门宝？好你个王五啊！你连演都不演了吗？宗门宝库你都敢抢？啊！5品灵宝绿云靴呀！快看，那是6品灵宝星辰剑。此剑威力惊人，连掌门师兄都不敢轻易使用。五长老居然把它当做奖励，送给了一个失恋弟子。掌门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想砍个人消消气。掌门令，这玩意儿也能当奖励啊？王五，我跟你拼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反正，快跑！我们不是他对手。啊！快看，是他们！帮忙！哎，名额有限，少几个竞争者对我们来说是好事。啊！王昭，你来的正好。别过来啊！我跟你们可不熟。我们好歹算是朋友吧。我跟王璐已经断绝关系了，他的朋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海云帆不是第一个通关吗？奖励也不过如此。胖子，你奖励是什么？虽然我跟你没什么交集，但是临时组队通关还是可以的。我的奖励应该是无限体力，我都跑了2天2夜了，一点都不累。难怪，一定是你惊人的体力激发了妖兽原始的好胜心。海云帆，你奖励是啥呀？好强！通关关键不能藏拙了。奏效了！哎，他怎么变小了？这是降头草人，能让妖兽等级降低。就是现在，该我们上了！哎，你们干嘛？你们，哎，这明明是你的战利品，他们占为己有就算了，还不带我们？不用着急，我相信这只妖兽没有这么简单就可以打败。当然没那么简单，组队的人数越多，妖兽的实力也越强，4倍望月系的强度，看你们怎么变大了？怎么办？他的气息怎么比刚才还强大了？我们根本打不过。你问我问谁啊？啊！他发狂了！啊！哎呦，怎么办？照此下去，我们要沦为炮灰。要是王兄在此，他定会有办法的。哎呀，这么快就想本少爷了？啊！是王兄！快看，是王璐，有救了！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！大师兄。
星辰剑的威力远远超出它的品级，难以掌控，师妹还是谨慎些好。大师兄。 给。这是什么呀？师妹，你刚学剑法，还是不要碰灵宝的好。这是我用后山的翠竹制成，以后你用它来练。多谢大师兄，那我以后就用这把翠竹剑。完了，这小子驾驭不了星辰剑，让你们见识下6品灵宝星辰剑的威力。6品灵宝，哇塞，这把剑还会发光啊！我去，这剑怎么回事？不会被王五坑了吧？王五这个混蛋，连掌门令牌都敢随便的送人。这次你们都不要拦着我，我绝对不会轻饶。说的我们谁拦过你似的。掌门师兄，别怪我多嘴啊！王五的性情大变跟大师兄有关，但是你也太放纵他了。就是，照他这样下去，我们灵剑派得有多少灵宝给他摆呀？我知道，但我觉得王五应该还是有底线的吧。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轻易的损害宗门灵宝。不好，星辰剑的能量被完全激发了。什么？完了，寻波图！快闪开！该死的王洛，你该把桃园村的任务都包圆了，我他妈上哪说好感动去？怎么下雪了？啊，下雪了？怎么回事？咱桃园村从没下过雪啊！看天上！哎呀，我早该想，整个桃源村都是法宝制造的幻境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是哪？这试炼结束了，这怎么全都没有了呀？恭喜你，你死定了。怎么说？云波图是掌门师兄的心头宝，更是升仙大会考核的必备灵宝，而你一剑把它干废了。王五上山！掌门师兄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要罚你就罚他吧。是他亲手毁了云波图，导致升仙大会半途而废，他简直罪该万死。混子，你敢不敢再无耻一点？王五，师兄，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，现在主要是考虑这些弟子怎么办的问题。哼，好，你来办。好。各位，由于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，导致这次升仙半途终止。我呢，代表灵剑派向各位致歉。当然呢，各位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，所以本派决定再给各位一次机会。现在依次上前测试灵根，优胜劣汰啊！本派会选出3个名额作为内门的弟子，当然没选上的弟子也不要灰心嘛，全都可以去外门报道嘛。3个名额，那我肯定没戏了呀！选不上还能去外面，不亏啊！多亏了王陆大佬，要不然我们哪有这机会啊？是啊，不能每次都让王陆占了先机。我先来。哦，敢为人先，勇气可嘉呀！资质不错，下一个。
我想试试。他就是唯一入住上房那小子。既然是小灵儿推荐的人，下一个。我也试试。哎呀，下一个。王兄，你可有把握？你说呢？我可是万中无一的天灵根。王兄，我去了，加油！这小子究竟是什么灵根？这是天灵根，罕见的天灵根呐！和大师兄一样，也是天灵根。这小子竟是天之骄子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他居然真的是天灵根，肯定要占一个，那还只剩下2个名额了。朱兄，怎么样，信了没？我不收徒啊！恭喜王兄，以王兄的天灵根，定会成为某位长老的真传弟子。哎呀，挑师傅，我不是很擅长啊。现在考虑也来得及啊！真要挑一个，不是他就行。各位，经过我们研究决定了，3名弟子已经选定，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上前来。第一位，朱琴。我就知道，内门弟子一定有我。第2位，文宝。还不如选我。恭喜文兄，就剩1个名额，没关系，成为一个外门弟子也挺好的。第3位，王。掌门师兄，你要不再确认一下？没错，宣布吧。最后一位，王忠。怎么选他了？他凭什么？是不是念错了？不应该是王璐吗？灵剑派怎么想的？万里挑一的天灵根都不要。就是王璐的考验比我们都好，为什么会落选啊？各位，抓紧时间随本门弟子赶去报道吧。诸位师弟，请吧。王老师弟，走吧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这是本门掌门以及众长老共同商议的决策，总得给个理由吧。王璐，你竟敢质疑掌门和众长老的决定！哎呀，闭嘴！我又没跟你说话。王璐，你说过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既然你是天灵根，留在外门又何妨？长老，王兄因何落选？还请说明。没错，总要说个原因吧。灵剑派是5大仙门，总得有个服众的理由啊。在场的各位能进外门的弟子，每一个不都成了王璐的情？你要不给个说法，对，我们都不服。给我们一个说法。我们不服，不服。对，我们不服，给个说法。好吧，既然大家都好奇，那我便将其中的缘由告知于众。王璐，你很优秀，无论是资质、性情、悟性，均无可挑剔。尤其是你的天灵根，那更是万中挑一呀。掌门真人，你直接说但是吧。但是你的灵根太过稀有，就算是在天灵根中，那也是非常罕见的。这种灵根被称作空灵根。空灵根？不错，空灵根乃是灵根中的顶级中的顶级。正因为它是顶中顶，所以呢，现在就有个很尴尬的麻烦。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呢？放眼整个修仙界的历史，空灵根都堪称凤毛麟角般的存在。但凡空灵根修士，
无一例外都抵达过修仙界巅峰。始皇昆仑闭关1000年悟道，元祖跃进世间卷而飞升。正是因为空灵根太过稀有，导致没有适合他们修炼的功法，因此别说是灵剑派，放眼当今所有修仙门派，也没有适合空灵根修炼的功法和心得。而近代只有一位空灵根修士成功过，他便是灵剑派我辈的大师兄欧阳商。唉，王璐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？这不是我们不爱收你，而是放眼整个修仙界都没人教得了你啊！自从上次末法时代结束，便再无一人成功飞升过。这空灵根更是成了只具收藏价值的摆设，如吉祥物一般。吉祥物？王璐，你的天灵根不是很牛吗？可惜牛到头了，只能当个吉祥物呀。不过这称呼倒是很贴切，虽然没什么用，也没什么培养价值，但这名头好听啊，既唬人又吉利。没错，吉利，要不然人家怎么能当吉祥物呢？对吧？王璐，你也不愿意留在我灵剑派，当一个让众人嘲笑的吉祥物吧？我愿意。吉祥物包不包吃住啊？有没有薪水啊？要不要买五险一金啊？总得有点好处吧？有没有什么特权之类的？不，这，别着急答复嘛，我们可以慢慢谈。好吧。不是，我刚才答应他了吗？好像没有。但是你最后一句答应了。算了，王璐，你留下，其他弟子都退下吧。是。王璐，我郑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要留在我灵剑派？确定啊！既然到哪儿都是吉祥物，还不如选择你们灵剑派。先说好，我们是不给你提供任何修炼上的帮助的，而且你会遭到很多嘲笑和排斥。了解了。优秀的人啊，总是招人嫉妒的。我这身特殊体质，刚好给了他们嘲笑我的理由嘛。哼，不错，如此年轻就能有这么好的觉悟，说不定你真能创造下一个飞升奇迹呀！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既然心有灵犀的话，我拜你为师吧，我们携手未来，共创奇迹。我就是随便说说，你不必当真。那我好歹也是吉祥物啊，你们总得保护我、关怀我，不让我受恶势力摧残。你们谁当我师傅啊？关键时刻一个个都装死不吭声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说掌门师兄啊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小灵儿选中的是王璐，不是王忠啊！认错人了。掌门师兄，你要不行就把掌门之位让给我吧。够了，你惹的麻烦，你自己善后。哦，对了，咱们所有长老，我看就王武最贤，所以我提议让王武收王璐为徒，带他去无相峰亲自教导，如何？哎，王武，要么就赔偿宗门的损失，要么就收王璐为徒，你自己选吧。好徒儿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师傅了，请多多指教。灵剑派不是故意派个弱智来耍我吗？我反对，掌门，我拜他为师不坑我吗？我之前答应你的条件，我全都满足，另外再额外送你一个条件。那我要当掌门，你倒是提醒我。那我要学星辰剑法。这不行那不行，你们好歹有点诚意嘛。到底是谁没有诚意啊？你要提一个切实可行的要求。那我当个真传弟子总行。成交。胆子不小，刚进灵剑派就敢套路掌门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明知道他们会趁机收回奖励，所以故意在谈判时将掌门令牌和星辰剑当作筹码，既私吞了一件，又能谈个不错的条件，一举两得。哎呀，饿了，吃啥呀？拜师礼呢？我看吕云轩不错，一人一半，如何？一人一半不就破鞋了吗？少装蒜，当然是卖了幻灵石啦。我有个不错的路子，风险嘛是大了点，但利润绝对可观。事成之后，你我平分。你是不是经常这么干？以后你自会知晓。走。
为师请客，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哎，吃啥呀？哼。哟，文宝，来，坐这儿。为啥？嗨，都加我仙门了，前尘往事，记他做甚？一笔勾销了。坐。嘿嘿嘿。没错，这次内门弟子就我们3个，也算是缘分，以后要互相照应才行啊。哎，那行吧，一起。整的就是你死胖子！你不是跟王璐亲吗？找王璐去啊！啊！灵剑派的内门弟子都来这缥缈峰修炼，这都半天了，怎么没见王璐人呢？不会被打发走了吧？不可能！掌门都说了，让王兄留下来啊！掌门是答应，但没说让他留在内门。哎，人家是吉祥物，说不定这会儿啊正在外门供人展览呢。真传弟子，你确定？天剑堂刚传来的消息，不会有错，而且是从武长老。真是让人羡慕啊！两位师兄师姐，你们所说的真传弟子是不是叫王璐？王璐，真传弟子，名字我不太清楚，但能被武长老选做真传，天赋悟性肯定是极高的。不错，尤其能被武长老选中，可见其优秀。咱们灵剑派有10几年没有真传弟子了吧？而且武长老从不收徒，那人肯定非常优秀，才能让他破例。要是我有这样的机缘就好了。哎呀，一定是他，一定是王兄。听这样一说，不可能是王璐，掌门都亲口说了，王璐根本不可能修炼，只能充当个吉祥物摆设。本来灵剑派已经劝退他了，是他非要厚着脸皮留下来，连一个外门名额都要抢的人，根本不可能成为真传弟子。你们是嫉妒，你们一定是嫉妒王兄。笑话，我嫉妒他？好了，两位师弟不必争执，同门之间应当和谐相处，明白吗？是。武长老来了。靠，什么情况？分明是来内门食堂蹭饭，好吧？参拜武长老。王璐，王兄。你这位武长老属于真传弟子了，还有熟人，好尴尬呀！不必拘礼，把我当普通弟子就好。武长老真是平易近人啊！是啊，深居浅出，潜心修炼，也完全没有半点前辈的架子呢。他们弄的？哎呀，算了，都是同门，以和为贵。以和为贵啊！王璐，你诸师弟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你摔伤的事情耽误我师傅吃饭，那事儿就大。王璐，你别惹事儿啊！好啊，我现在就让他们走。王璐，你，王忠啊，不用我请你了吧？王兄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出气，可咱们刚来这地方，还是别惹事为妙。人善被人欺，你忍了这一次，就还有下一次，无数次。可是啥呀？都修仙了，还能窝囊呀？你以后闯荡修仙界，那丢的就是灵剑派的脸。王璐说的没错，修仙界弱肉强食，尔虞我诈。即使是名门正族，也不乏蝇营狗苟之人。对待朋友啊，理当仁义，但对待敌人，则不能有半点手软，否则会将自己和同伴陷入困境。有道理。对，没错。恩怨分明，处事果断，难怪王璐师弟能被武长老选中。小小举动却暗藏处世真理，这难道就是真传弟子的悟性吗？不愧是师傅，这话术洗脑的手段，对这群弟子简直是降维打击。吃完记得打包啊！啊！就是个真传弟子，当初让我难堪，有个屁啊你！来，站得越高，摔得越疼。很快大家都会知道，王璐这真传弟子不过就是徒有虚名罢了。对呀，
真传弟子又如何？掌门都亲口说了，整个修仙界都没有契合他的功夫，到时候他不还是一个废物吗？所以我们超越他只是时间问题。王璐，你等着，迟早会将你踩在脚下。这就是你无相峰峰主的洞府？以后也是你的。我还是去缥缈峰吧。站住！作为一个合格的修行者，最基本的素养就是要抛弃七情六欲，不受外力所干扰，方能集中精力专注于修行。因此，越是艰苦的条件，越能锤炼出人的毅力。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啊，但你这分明是穷啊！麻雀虽小，可五脏俱全。洞府嘛，能遮风挡雨就够了。那食堂呢？咱不能每天去缥缈峰蹭饭吧？大包一顿能吃好几次呢。而且这无相峰虽然毛都没有一根，但是蜥蜴、爬虫什么的倒是有几只。那叫荒野求生。练功场呢？咱不能没个练功的地方吧？这儿就我们2个人，你需要练功场？也对啊。哎呀，不要气馁嘛。虽然空灵根的修炼的确是个麻烦，但还难不倒我王五。你有办法解决？当然，为师可是号称9州第1金丹。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那其他长老都什么境界啊？除了掌门是化神境强者，其他长老都是元婴境。金丹在元婴之下。原来你是最弱长老，那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呀？哎呀，真是无知。不过没关系，今晚为师就好好给你上一课，让你对为师的魅力有一个新的认知。哎，去哪儿啊？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。无相峰就我们2个，当然要考验你对美色的抵抗力。面对我这种仙界角色，你还能坐怀不乱？勉强算你通过。明明是自己喝得烂醉跑到房间，总感觉这种酒鬼师傅不靠谱啊。哎，小子，我问你，修炼的意义是什么？飞升成仙。古往今来，修仙者不计其数，但真正飞升者又有几个？那长生不老。如今修仙界第1老不死南极仙翁活了3800多岁，主要作用是用来展览和被人研究。你觉得那样很爽？那师傅，修仙的意义到底是个啥呀？我要说的是，没有准确答案，但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，想要实现它，都要具备同一个基础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那就是够精、够硬、够铁。师傅，我知道你饿了，但我还小，潜规则什么的不合适吧？我说的是你的命和修为要硬啊！哦，无论是谁，修行到一定境界都会面临天劫，有些劫数甚至会让修士灰飞烟灭。此外，还有无处不在的人劫，更是防不胜防。即使有万仙盟的治理，但修仙界的犯罪率依然居高不下。莫说是邪门歪道，即使名门正族，也有不少肮脏龌龊之人。所以，修仙的第1要素就是命要够硬，招数再花哨都只是过眼云烟，唯有活着才是王道。有道理啊！而我自创的无相功正是将这点发挥到极致，只要3万灵石就能劫走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划算？好他妈的正经一点嘛！一口价300，或者用你的履靴交换也可以。想都别想！再说我哪有那么多灵石啊？好，就用你个月前抵扣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能不能别这么坑啊？哎！真是太离谱！我跟你说，就这样，门派发给真传弟子的灵石补助，全进了那王五口袋里，被他吹上天的那无相神功也没教过我。还有每天给我泡这难闻的药水。王五虽然不拘一格，但他每天让你泡的药水，应该是一种独特的修炼方式。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直到每天坚持长跑和锻炼，果然能练腹肌。改天迷晕了，好摸个够。身为掌门竟然偷看我徒弟洗澡，要脸不要啊？没羞没臊，掌门师兄太不像话了。哼！哎呀！什么？他居然诬陷掌门？明明是他打我的主意，这才是重点，好吧？抱歉，我只是好奇，每天坚持长跑和锻炼养成的腹肌究竟是怎样的形状？开玩笑啦，我才没有王五那么无聊。这么说，这2年他什么都没有教你？
不然呐，小海文宝早就练到炼器5品，那朱琴更是6品巅峰了，只有我原地踏步啊！哎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去缥缈峰蹭饭了。要不是老板娘你啊，每天还经常给我送点吃的，我都怀疑啊，我会被活活饿死。谁？还能有谁？经常偷袭乱射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少在小灵儿面前哭穷卖惨，这2年的药浴锻炼偷袭，早让你脱胎换骨了。哈哈哈！这话你自己信吗？啊？废话少说，基础打好了。今日我来就是正式教你无相剑骨。真的？假的，这话我都听了上千百遍了，没有一次真教的。7日后青云峰历练，各峰均派了弟子参加，我无相峰啊也得凑个数才行。这2年历练时间多了去了，你哪次放心上了？好吧，他们都发了话了，要是再不让你出去溜溜，你真传弟子的补助就得取消了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哼，这小子可真是能屈能伸的。都说我王武不务正业，这一次你要狠狠为我无相峰争口气。空灵根最大的修炼难题是太亲近自然，不需要刻意修炼，灵气便会自动进入你的身体。但同样的，灵气也会自动流失掉，就像漏斗一样。没错，我的无相剑骨就像个塞子，能堵住这缺口，不让灵气流失。好，怎么练？挨揍！你来真的？我说过，命足够硬才配谈修炼。若不是日积月累的药浴和锻炼，刚才这一拳你不死也得重残。也对啊，他这拳明显动了真格，虽然痛，但似乎远远不到伤筋动骨的程度。再来！啊！哦！记住，无相剑骨是练体术，具有极强抗击打的防御能力，也能根据对方揍你的方式来灵活调整你的进攻路线。所以，像一只灵活的乌龟。聪明，不愧是我王武的徒弟。我懂了，无招胜有招，在保证自己抗揍的前提下，找到对方破绽，后发制人，一招致命。再精密的招式也会有破绽，而搭配无相剑骨使用的无相剑法，可达到千变万化，让对手防不胜防。请师傅教我无相剑法。为师这儿有几百套无相剑法，这几本可都是精华，绝对物美价廉。你选哪一本啊？能不能先排除几个错误答案呢？好的，好的。这本大毅力型，这本大智慧，选哪本？什么鬼大毅力？他不会想让我先学个100年吧？我选大智慧。有眼光，一眼就选中最牛叉、最新版的无相剑法。如今功法和剑法都有，只缺个陪练。陪练？没人揍你怎么办？为师如此聪明可爱，打架斗狠这种事完全不擅长的嘛，所以要找一个实力强劲、性格凶悍的人来当你的陪练。骂谁呢你俩？哎，老板娘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我太想进步了。滚呐！你这2年做的菜这么难吃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委屈，这点小忙你都不肯帮。你说谁做饭难吃呢？你呀！去死！我还会回来的。以后别让我再给你做。灵剑派太过分了，把我们从外门劝退，说好会介绍附近的3流宗派，趁着我们来客栈当苦力。来2年了，还没混出个人样，哪有脸面去面对父老乡亲？我决定了，要反抗，要斗争。没错，不管母老虎怎么罚，今天一定要辞职。好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算我一个。他要不放我们走，就跟他拼了！吵什么吵啊？谁去说？他好像心情不太好，要不改天？改天个屁！就现在！老板娘，我话还没说完，你走那么快干嘛？王大佬啊！老板娘，你虽然没有对象，但是看起来才40、50岁，要是减肥的话，对那些瞎子老头还是很有杀伤力的。不愧是王老大佬，安慰人也这么清新脱俗。
头，黄瓜、茄子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嘛。打得这么狠，这哪里是打架呀？分明是杀人！说什么呢？他要辞职。我？没，我不敢。打人都没力气了，还说自己是掌门的私生女。王五果然没骗我，挨了1天毒打，竟然不到1个小时就恢复了。非但不痛，反而有种说不出的舒爽。搭配王五给的无相壮骨丹，很明显感觉到全身筋骨在不断变强了，体内灵气也在快速聚集。唯一担心的是，我不会因此变成 M 属性吧？不管了，离历练只剩7天，修炼刻不容缓。白天王怒应该是故意激怒我下手这么重，会不会太狠了？哎，老板娘，你大老远让我下山，就给我看这个呀！我不挤都比你大，灌汤包！王怒！老板娘，晚安，明天见。海兄，半年不见，没想到你的修为竟然突破到炼器5品，比很多内门弟子都厉害了。小小成就，不足挂齿。哎，我听说王兄也来参加这次历练，没跟你一起吗？王兄是真传弟子，不受门规约束，也不用集中在缥缈峰修炼。说起来，我也有段时间没见过他了，不知道他修炼的怎么样。哎，对了，这2位是？岳新瑶，我叫文一。算起来，我们还是同一年入门的，只不过和海师兄一样被分到了外门。这次历练，请文宝师兄多多关照。哎，好事！各峰历练，外门也来凑热闹，还真是勇气可嘉呢。朱祁，不准你这么说2位师妹。急了，小胖子急了，怎么你要一冲就没？文宝，此次历练非同寻常，你可别像上次一样被杨胜吹着跑。这好久不见，你们2个嘴还是这么欠。姓王的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。王兄，王陆师兄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。哼，哪里来的声乐？是哼鸡兔，低级灵兽，本身不具备什么攻击手段，可以发出各种声乐，唯一用途宠物。看，2个外门师妹都比你们懂得多，你们俩内门2年白待了，总比你一个不能修炼的吉祥物强。对，谁告诉你我不能修炼的？王兄的连根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了吗？没错，如今我的修为是断体2品。你说你是断体期，你好牛啊！你修炼2年都没有进步，你可真牛啊！断体期，各位好啊，我是大家本次的领队岳云，这位是霍影师妹，她负责协助我。岳云这个老好人领队，那就好办。众所周知，本派12峰之中，青云峰的面积最大，主要用于培养灵草和灵兽，也是弟子历练的极佳之地。待会儿我们历练的地方呢，是镜法图隔绝出来的一小块面积，也可以称之为小青云。大家别嫌我啰嗦，小青云中虽然有许多确保安全的法术禁制，但是每隔几年都会出现伤亡。历练不是游戏，大家一定要跟紧我和霍影师妹，明白了吗？是。这就是灵宝镜法图啊！土鳖，第一次参加历练，连镜法图都不认识。哼！朱兄，人好歹是真传弟子，给他留点面子。老规矩，按照境界排名，有序进入传送门。你听不懂
真话是不是？境界高的天机。哈哈哈！身为队伍里的唯一真传弟子，为大家安全考虑，打头阵的任务当然交给我了。等你们哦。你，师兄师姐，这样子不管管了吗？他是真传，连我和霍影师妹都得叫他一声师兄，我也很难办。时间紧迫，大家尽快跟上吧。不急，历练才刚刚开始。哎，王兄，想什么呢？这一进来，我就有不祥的预感，感觉这次历练不会太顺利。你要防着小恩才行。本次历练总计5天，行程规划是3天内从这儿赶到青龙峡，然后从莲花池返回。师兄，沿途我们可以采集一些灵草嘛？如果你们采摘技能足够，不至于糟蹋浪费，自然可以。不过有个前提。什么前提？时间从这到青龙峡，以我们的脚程，3天能抵达就不错，哪有闲情雅致去采摘药草啊？考虑到安全，我们这次应该是集体行动，应该不会有机会单独采摘。哼，自作聪明！你们怎么知道？他们说的没错，而且这还是不遇到灵兽精怪的前提下。如果你们遇到危险，一定要量力而行，听从指挥，安全第一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不就是蒙对了吗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多做做功课，多动动脑子啊！岳师弟，我的境界你也知道，肯定会拖大部队的后腿，所以我决定采取笨鸟先飞的策略。不行，单独行动太危险了。哎呀，岳云师弟，你应该猜到，我这微不足道的实力，完全是被拉过来凑数的。宗门不管，师傅不爱，就跟小草一样，没人会在乎我的死活。师兄不必妄自菲薄。是啊，师兄。师妹，如果我的牺牲能给大家敲响警钟，避免更多伤亡，也算死得其所。我去意已决，不用担心我。你们每个人身上都肩负着灵剑派的未来，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好好修炼。我师父常说，只要活着就能走更远。若有机会，青龙峡见。王兄，保重，注意安全。你们刚才在聊什么？王兄方才预感到这次历练应该会有很多危险。什么？难怪他会去帮我们打头阵。王璐师兄实在是太伟大了，如此大义，无愧于真传名号，你将永远铭记，以王璐师兄为精神榜样。可是走这边才对啊！王璐师兄啊，你跑反了！哎，甩掉了。坚持2年长跑，即便反方向，我也能在1天内赶到青龙峡会合。更何况还有日行千里的李明轩。2天时间，当然要找些强大的对手练练，争取一举突破无相剑第8重。什么？才刚刚修炼的第7天，他就练到第8重了？都是你出了馊主意。知道我这7天怎么过的吗？辛苦了，小灵儿。我给你那些宝贝当做补偿。倒是你，怎么想让王璐参加历练？别说争口气这种鬼话。说来话长啊，我得先回趟天剑堂。这跟天剑堂有什么关系？靠，又输仗！这就是2品妖兽的实力吗？哼，不过如此嘛。哎，跟挠痒痒似的，还怎么当我对手？白虎兄，辛苦你了。
饶你一命。走吧。果然还是新弟子啊，连巅峰6品的朱琴也支撑不住长时间的跑步。历练的意义，不正是突破身体的极限，激发更多的潜能吗？2天不眠不休的赶路，起效果了。他不是外品弟子吗？居然还能撑得住！不好，12品要受赤焰火，身体戒备。提前释放灵气只会引起强敌注意，终究还是没什么实战经验呀。有一丝有动静，但好像并不强大。2位师妹，站我身后。哎，你们都来了。哎，王兄，王洛师兄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比我们还快？笨鸟先飞嘛。那这是我刚摘的野果，你们都拿着。这都是……哎，王洛，别转移话题，你明明跑的是反的方向，怎么可能跑到我们前面？对，我们不眠不休2天才赶到这儿，你怎么可能比我们快？你一定是作弊了。哼，是啊，有问题吗？哎，快看，他承认了。嘿嘿。然后呢？啊，这么明目张胆的吗？哼，你们忘了，我有灵宝吕云靴，当时啊，你们可嫉妒很长一段时间呢。谁他妈嫉妒你了？人家是真传弟子，谁有权利管他？好了，当务之急是如何防范赤焰火。岳师兄说的对，赤焰虎是2品灵兽，虽然我与岳师兄合力才能勉强应付，那如果再来2、3头灵兽，就危险了。放心，这赤焰火已经被我引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啊？什么？这么厉害？啊！哎，吕云靴，这就说得通了。吕云靴的速度甚至比御剑飞行还快，甩掉赤焰火轻而易举。难怪我们一路风顺，原来是王璐师兄在我们前面为我们保驾护航呀！别愣着，来吃果。谢谢师兄。来，多谢，谢谢师兄，多点都拿来。谢谢师兄，谢谢师兄。我也来，来。输人不输脸，你好意思吗？朱兄，你要是实在饿了，就拿几个果子吃呗。不是你，大家都有，你们别干站着。既然你再三邀请，那我们就……对啊，这大家都有，你们赶紧摘果子呀。甜，水分真多。这哪有什么野果，就不该信王璐。我是故意离队的啊。故意？没错，王璐他明明只是断体2品的废材，却总想着出风头。既然他想充好人当英雄，那我就成全。师兄，这些野果都是你在历练途中现摘的？是啊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也不敢招惹灵兽，所以想着摘点野果打发时间。师兄过谦了，能精准识别出这么多种类的野果，你的药草学等级一定很高吧？哎呀，我……文艺师妹，你的药草学等级是多少啊？我的等级是初级甲上。那你呢？我和文英差不多，中级药草学丙下。海兄呢？高级草药学甲上。我靠，入门才2年就能把一门学科修炼到高级，厉害啊！说来惭愧，我比大家都早入门几年，迄今为止也没有一门高级。王璐师兄，你呢？哦，专业级。哦，专业级的。专业级啊！师兄真不愧是真传弟子呀，短短2年就有一门学科是专业级了。师兄一定很喜欢药草学吧，才会如此刻苦的钻研。那倒没有，只是这2年啊太无聊了，无所事事，除了泡澡就是长跑。我想着给宗门刷点积分吧，没想到一不小心把所有学科都刷到了专业级。啊！所有学科专业级啊！天哪，本以为海师兄就够厉害了，没想到王璐师兄比他更厉害。王兄在我心目中啊，简直是个妖孽般的存在。没有了，我呢，只想做一个安静的学霸。少爷救我！不好，他们有危险！
王忠一直想和你撇清关系，听这叫声，估计是出事了。走，看看去。当初入门时差点被望月溪淘汰，刚才我仔细观察了四周，正是望月溪的。你不会想把他引出来吧？我了解王璐，我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出风头的机会。再坚持一下。拼了！品灵兽，望月溪，看这长度，起码是3级，快帮忙！哎，等等，这2品3级，差不多相当于炼气期6品修士的修为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朱晴刚好是6品巅峰吧？师兄是指……哎呀，这新弟子历练的意义，不就是要激发体内潜能，来达到突破吗？这灵兽简直是为朱晴师弟量身打造的呀，可遇不可求的大机缘呐！可是，安全方面不用担心，有我们呢。大家原地休息，好好学，好好看。这望月溪乃是朱晴师弟的大机缘，谁都不能抢怪，明白吗？是。朱师弟啊，恭喜你啊！这天赐的机缘，你可要好好把握呀！放心吧，没人会跟你抢怪的。王璐，你怎么？你倒是快想办法呀！平时王璐不是最喜欢出风头的吗？怎么现在会是这样？王忠啊，你才炼气3品，就别凑热闹了，免得误伤啊！月月师兄，放心吧，有我和霍影师妹在，朱晴师弟不会有性命之忧的。若有别的变数，王璐师兄会出手的。过来吧，让朱晴师弟专心战斗。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朱秋，小心啊，他又来了！反应不行，体能又不行，这分式花朵就得多锻炼了。这望月溪呀，防御能力极强，乃是铜皮铁骨。朱师弟连这点都不知道，看来是不怎么用功的学渣呀。王璐，你他妈不帮忙也就算了，还说风凉话。朱晴师弟，师兄也是一片好心，你不通过实战总结，怎么领悟理论的重要性呢？实战是检验实力最好的标准，别分心，专心战斗。总之一句话，菜就得多练。哎，朱秋，别讲啊！哎呦，让你别急，不听吗？啊，王兄，我们输了还不行吗？哎，区望月溪，交给我吧。不可，你是断体境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无相剑法的威力。哎，这王五是真抠啊！随便这根竹子就拿来当武器，要是真剑的话，战斗早就结束了。师兄他真的是断体境吗？力量和灵活程度远超我们，这就是真传的实力吗？岳师弟，这小青云里的灵兽能随便杀吗？有没有相关规定啊？那倒没有。这么说，可以随便杀了？哼，口气不小。是我也好，我去小心。好，快防御！这种程度的望月口，即使这么远，我们也不敢大意。王璐师兄才断体2品，又近在咫尺，岂不是？师兄他好像没反应，我看他是被震得心神俱散，彻底傻了吧？这下偷袭竟然帮我突破了8重剑骨，我感觉身体强度又上了一个档次。哎，这就是你的绝招吗？
不，完全没感觉啊！没感觉？好心饶你一命，没想到你这么歹毒。还吼，吼你妹啊！你们看，这只灵兽好像害怕王兄。最强绝招都被王兄免疫了，出于本性，他已经产生恐惧了。没你事了，走吧。我明白了，是极致的防御。因为王五长老虽然只有金丹境界，但极擅长防御。没想到王禄师兄才短短入门2年，防御便达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。不愧是真传弟子，真是羡慕啊！王禄，算你走运。再有下次，你会死得很惨。师兄，你这是……啊，没事，可能被刚才那个水流给吼懵了。没事吧，师弟？没事。师兄，你先前说的不祥的预感或许是对的。本次历练的确有些蹊跷。岳师兄说的对，强大的灵兽都具有领地意识。赤焰虎和望月溪都是2品灵兽，2个不同物种的强大灵主不应该同时出现在这么小的范围。那原因只有一个，跨物种交配。啊！哈哈哈！开个玩笑嘛，别那么认真啊。历练不是儿戏，这点小困难发生在师兄身上不算什么，如果发生在队伍身上，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，本次历练提前终止。这是传信符，使用之后会有天剑峰的长老接我们出去。哎，这传信符可以指定人选吗？弟子岳云拜见五长老。本次历练是弟子的师职，弟子甘愿受罚。仙路漫漫，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。队伍安然无恙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五长老和我师父关系极差，居然没有迁怒于我。倒是你无漏，作为真传弟子，连小青云里的烂鱼烂虾般的灵兽都搞不定，还要为师亲自处理，简直丢我无相逢的脸。冤枉师父，是岳师弟说这儿禁止阵法出现了问题，这么大的事我也没辙呀。哦，我看看。禁法图年久失修，确实有些小问题。这本该是七师弟的工作，但我作为天剑堂的长老，也有责任和义务尽一份力。稍后我会把你们统一传送到四象峰。不回缥缈峰吗？这禁法图是本门派的重要灵宝，若有损坏呢，你难以交差。所以由我和王璐去亲自查它一番，顺便亲自传授一些阵法的修复之道。多谢五长老。你们走吧，3个时辰后再回缥缈峰复命。多谢五长老。哎呀，人都走了，仙女别装了。没想到这帮傻叉还真信了。哎呀，连岳云师弟这样老实人都骗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这禁法图里的灵材宝贝全是我王五的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少他妈废话，我们只有3个时辰，1分1秒都不能浪费，一定要榨干这里的所有宝贝。学霸同学，快跟上！哎，说好的5-5开啊！哎，再有1个多月，七师弟就要回山了，也不知他游历这10年收获几何呀？当初七师弟把青云峰交给我来代管，幸好啊，没出什么大岔子，不然我还真对不起他。二长老，这次历练可有看好的弟子？外门倒是有一个叫海云帆的弟子，也就是2年前那批。这次历练呢，我特意让岳云好好留意他，如果要是表现优异的话，可以纳入内门，好好教导。有些印象。当初王五胡闹，他确实是有可能漏了好苗子。哎呀，这提起王五，我怎么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？他确实好久没有跟我借过钱了。这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咱们真得提防。掌门，师傅，弟子岳云前来复命。这个历练不是7天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小青云的阵法禁止出了些问题，历练提前结束了。不过您放心，阵法已经被五长老全都修复了。不应该啊！历练前我做了全面的检查呀。哎，等等，你刚刚说王五进过小青云？是啊。哎呀，
完了，这不就等于是强盗进村了吗？哎呀，我怎么跟我的亲师弟交代呀？武长老不是这样的人吧？快去看看！掌门，二长老，大事不好了！我师傅，呸，王武那贼人将小青云洗劫一空，我本想阻拦，却被他偷袭、暗算、打晕。等我醒来，就发现这个。掌门师兄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经过一夜忏悔，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孽。未来我将云游九州，积德行善，为自己的贪婪赎罪。在罪孽洗清之前，请不要找我王武。狗屁忏悔书，这分明是畏罪潜逃嘛！这次无论如何，我绝不轻饶他。传我掌门令！掌门，你休想替王武求情！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你肯定也有份儿。的确，我当时也是被他骗了，蒙蔽了头脑。等我醒过来，发现已经为时已晚了。掌门，师傅，我相信王禄师兄的为人，虽然相处不久，但此番历练也是多亏了他，队伍才能一帆风顺。哼，这么说，他非但无过，反而有功了。弟子以为王禄师兄的确有功，他的实力和表现，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，连我和慧影师妹也自愧不如。莫非你的那个空灵根这个难题让王武给解决了？哦，他教了我无相剑骨。哼，他倒是真舍得呀。这无相剑骨虽然不能让你像正常修士一样修行，但可比那吉祥物强多了。你练了多久了？算今天第10天吧。师兄，你才修炼10天，就能轻松打败望月溪？望月溪？嘿嘿，小子，你练到第几重了？昨天刚到第9重，再练1重，那就是10重了。10重的无相剑骨，相当于虚丹境界啊！这如此年轻的虚丹修士，这简直是妖孽啊！没想到这个王武还真能变废为宝啊！哎，那个境界什么的都是浮云了。咱说回王武，我个人认为，不如就别管他了。为何呀？哎呀，管也管不住，带回宗门还令人头疼，不如就让他去吧，判他个流放之罪。好像有点道理啊。哎呀，是啊，连自己徒弟补助金都贪的人，你还指望他吃进的东西能吐出来不成？哎，但此事吴相峰必须得负责到底。二长老，吴相峰就我跟王武，你直接报我名字得了。王武跑路，那便罚你。从明天起，你就去小青云种植药草，重新建设。云云，你负责监督。是。师兄，你受委屈了。没办法，掌门最大嘛。这师傅虽然有些不靠谱吧，但好在言而有信，再也不用为壮骨丹发愁了。几日不见，徒儿有没有想为师啊？哎呀，世界那么大，你就多去看看哈。我一个人累点就累点，好在自由自在。可惜为师不能亲自监督你修炼了，甚是遗憾。我看你分明是想看腹肌吧？讨厌，这家哪儿有？一个人在家呀，就是自在，不用像防贼一样防着你。这样，哎呀。哎，这次免费，下次再偷看，我可要收零食了。师兄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师兄，大家听说你受罚的事，所以自发组织起来，想帮你做点什么。我特地选的小青云修炼，他们来凑什么热闹？海师兄让我给师兄带句话。小海说啥呀？他说师兄受罚必有自己的用意，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可以去老地方找他。果然还是小海了解我，各位的好意呢，我心领了。但是师傅犯错，我这徒是甘愿受罚，每天在这小青云里种草药，斗灵兽，日子就过去了。那好吧，师兄如果有需要的地方，随时知会。哎，有事啊？师兄，我只是有个不情之请，难以启齿。哎，我不搞基啊！不，师兄，你误会了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让你教我一套剑法。练剑？啊！哼，
这把玄铁重剑是我在历练中所得，用门派剑法怎么练都不对劲儿，师傅和海师兄也没有办法解决。那你为何信我呀？上次见王兄的战斗，剑法别具一格，所以我想试试。哎呀，那是我自创的剑法。啊，王兄，你都已经自创剑法了？师傅不靠谱，教我所谓的大智慧剑，完全是灵剑派各种剑法和民间武术大杂烩，让我自己学自己悟。不过倒也好，我本来就不喜欢墨守成规。那王兄可愿帮我？不然我叫你来这干嘛？多谢王兄。哎，所以让我们愉快的种草吧。不是练剑吗？少爷，他来。上次历练他气氛最低，可能是也想向你请教。少爷，我是来向你道歉的。上次不该听朱琴的话，联合起来对付你。哦，你说的是望月溪的事吧？放心吧，我早就没放心上了，而且我也有错了，不该当众让你难看。少爷，你愿意原谅我吗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都是误会，说开了就好。而且你也是受朱琴挑拨离间才这么做的。那少爷愿意重新接纳我吗？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把你当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嘛。太好了，谢谢少爷。改天再聊，我先种草了。我帮你。那多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少爷你说的嘛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那行，你等我，我先教文宝练剑。行，少爷你先忙，这点小事交给我就行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王忠多次为难，王兄还能不计前嫌，心胸大度，令我钦佩啊！我要教你练剑嘛，免费的劳动力，不要白不要。王兄真的不会受伤吗？废话少说，让你动手你就动手。好。哎，剑是好剑，可惜啊，跟错了主人。你能不能减减肥啊？你不会以为一头肥猪也能当剑法高手？肥猪？哦，别误会，我不是骂你，我只是阐述一个客观事实。好，再来。连剑都拿不起来，你还说你不是废物？王兄，练剑就练剑，何必出口伤人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实在对一头肥猪我客气不了啊。哎，我说你是不是亲生的？你爹怎么把你当畜生一样养？太过分了！王兄，没事吧？连个断铁2品的防御都破不了，果然是个废材。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实力的话，那就滚，别浪费本少爷时间了。难道差距就这么大吗？少爷，你教这胖子，不如指点我，说不定我能突破4品。可怜他罢了，听说他还在追求文英师妹呢，笑死我了！难道胖子就不会拥有爱情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文英师妹只是对你矜持罢了，你信不信？只要本少爷勾勾手指，他就得求着爬上本少爷的床啊！说我可以，但你不能侮辱文英师妹。气势果然不死，果然跟我猜想的一样，他的天赋是战士，而战士是需要怒气。少爷，你看他、还不自信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能打过我们家少爷吧？死肥猪！哎，你觉得文英师妹如何呀？少爷对她有想法，我可以帮你。好，那你明天就去找文英师妹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强的气势！就趁现在！死肥猪，臭舔狗，有本事来干你爹啊！连我的无相剑骨都本能退避，这一剑的力量，他明明跟我是同将，怎么会这么强？朱忠，你别躲！死肥猪，你连王忠都打不过，还想挑战我？你给我踢鞋都不配！你这关我什么事啊？王忠，你怎么了，王忠？放心吧，他死不了。都怪你！怪我什么呀？
怎么样？现在这把剑是不是用着顺手多了？我明白了，师傅说过，七情六欲也是修行的一部分，所以我的潜能是用怒气来催动的。你故意说那些话，是为了激怒我。记住这感觉，再来。好。可是我想通了王兄对我的良好用心，我对王兄只有感激，根本就生气不起来啊！小意思。其实文音师妹我已经试过了，很不错。王怒，给我死！王璐，迟早有一天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哎，你受伤了，还是别去了啊！去？为什么不去？别看王璐平时这副姿态，但我知道他极重感情，好不容易重新获取他的信任，我可不想前功尽弃。你说无相峰真的有宝贝？毕竟是12峰之一，哪怕最寒酸的逍遥峰也有众多的修炼资源，我就不信无相峰会比逍遥峰差。无相峰只有他们师徒2人，再怎么挥霍也败不到哪里去。能让一个不能修炼的吉祥物2年之内脱胎换骨，里面肯定有着偌大的修炼资源。好，那就按计划进行。得手之后，你请我散。听说岳云他们也去了小青云。哎呀，是啊，禁术解除之后，他妈的这帮人全去帮王璐去了。也好，省得我一个人干活。不愧是王璐师兄，短短半个月便让文宝师弟脱胎换骨了。如今文宝师弟一剑的威力，连我都不敢应接。王璐师兄竟能游刃有余，我就说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。文宝师兄为人忠厚老实，又这么勤奋刻苦，真的可以考虑啊！哎，师姐，你别取笑我了。死心吧，文艺师妹是不会爱上你的。这小胖子还真是潜力无限，陪练半个月还不能免疫他的攻击。这无相剑舞抵消攻击效果越来越好，感觉很快就要突破了。你说这个王璐也太不像话了，这活有人干，一天没事专门找咱们内门弟子大家陪练，这哪里像是在惩罚？小青云内灵气充沛，很多内门弟子都假借帮他为由进到里面修炼去了。不但没有达到惩治效果，而且还帮他搞好了人脉关系。你说这得道多助，这也算他的机缘吧？哎，罢了，反正人多力量大。要不然我那个七师弟提前回来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向他交代。哎，七长老来了。哎，嘿哈哈哈，七师弟啊，掌门、二师兄、三师兄，我回来了啊！怎么就你们3个人？其他长老呢？其他几位下山办事去了。华云在亲自为你准备接风宴。咦，九师妹太客气了噻！哈哈，七师弟啊，小青云的事儿你听说了吧？五师姐这么做，肯定有她的道理噻。还请掌门不要过于苛责了。哎，这七师弟云游数年，看来收获颇丰啊！不仅是修为达到了元婴，这心态更是豁达了不少。没错，师弟啊，说来师兄对不起你，这是进法图，你收好。这少年是王璐，王武前2年刚收的徒弟。他就是王璐？我能见见他吗？七长老要见我啊！掌门和众长老都在天殿堂等你，可能是怕你逃跑，还让几位师兄严格把守山门。听说小青云里的灵草灵药都是七长老精心培育，几10年的心血，如今正主回来了，不会要正式审判你吧？哎，这王武畏罪潜逃，犯再大的错，也只有我这徒弟来担着。少爷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必了，替我守好无相峰就行。哦，对了。切记，任何人不准进王武的房间，掌门都不行。若有人硬闯，用他联系我。放心吧，少爷，我用命守护。
走，去天剑堂。是。弟子王禄拜见掌门和各位长老。王禄，知道今日为何召唤你吗？我师父王武犯下大错，畏罪潜逃。我身为无相峰唯一弟子，自然就要背下所有黑锅了。胡说什么呢？严肃点。七长老有话问你。他人呢？我在呢。我去，灵剑派七长老居然是个小黑哥。Sorry， 我没看出来啊。你会我们家乡的语言？1 2 3 4 5 6 7 8 How do you do? Look my eyes. Yeah， 阿瑟的飞机最牛逼！哦，实了，他真的会蜥蜴的语言。Hey boy， 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不过你还是说本地话吧，蜥蜴语我不太会。靠，那就不早说。王禄，你够了！七师弟虽然为人厚道，但你也休想糊弄他。哦，不错，今日找你来就是为你和你师父王武所犯的过错进行审判的。念你不是主犯，还有上个月勤勤恳恳的在种植药草的份上，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你们这是想让我背叛师父啊？话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我愿意啊。与其藏秘密，夜不能寐，不如全盘托出，图个心安吧。其实王武从小青云掠夺的资源根本没有全部带走。说藏在哪儿？以王武的品行，应该不难猜出吧。吴向峰就在他的房间。你小子隐瞒这么久，怎么不早说？我像是出卖师傅的人吗？我看那是他给你的封口费吧，还不快点还给七长老？我倒是想啊，前2天吴向峰失窃，王武的房间啊被人翻了个底朝天，我藏的那几颗壮骨丹也被贼人全部拿走。偷长老的东西，我看这整个灵剑派也只有他王武能干出来这种事吧。实不相瞒，我此番前来就是请掌门，还有各位长老为我主持公道，缉拿贼人的。近墨者黑，这小子跟他师父王武一个德行，难怪会如实交代。原来赃物被洗劫一空了呀！这么说就能解释得通了呀。不过这吴向峰出了名的穷，谁会上那儿偷东西啊？带我看他一看。这不是我内门弟子王忠和朱琴吗？太过分了！他俩竟然黑吃黑，还请掌门为我做主啊！没想到王武长老的房间如此朴素，还不露白，越朴素就越代表这里暗藏玄机，不然王禄绝不会如此在意这里。刘显长老与方鹤长老一直与王武不和，如今王禄落到他们的手里，咱们可以慢慢搜。房间就这么大，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。王禄啊，王禄，我说过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洞门失窃，这下看你怎么跟掌门和众长老交代。走。王忠、朱琴还不住手！速来天剑堂理罚！完了，被发现了！怎么可能？掌门，我们冤枉啊！我受王禄所托，暂时看管吴向峰，从未做出出格之举，还请掌门和各位长老明鉴。方才我们看得一清二楚，还敢狡辩？哎呀，朱琴啊，我本来好心带你去历练，没想到已经恩将仇报，跟我黑吃黑。什么是黑吃黑啊？你证据确凿，你还敢狡辩？王禄，你计划好了是吧？计划？什么计划？王禄，你什么你啊？壮骨丹32颗，百年珠果8颗，还有水灵根、木灵根，千年的每个各3株，满满2大筐啊！灵芝灵草，说藏哪儿了？我没偷，偷没偷还重要？掌门，算了，此事就由执法长老看着办。
缥缈峰弟子王忠、朱琴严重违反本门第96条刑法，证据确凿，事实清楚。罚看守山门10年。这么轻啊？下去吧。10年。跟你说了，让你别得罪王璐。现在好了，把我也搭进去了，什么狗屁计划？没事，反正你们没机会在最好的年纪去守山门，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呀！王璐，没让你走。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五象峰唯一的亲传弟子，你必须要给七师弟一个交代。佩门掌门师兄，既然灵草失窃，就不要再为难王璐师弟了嘛。师弟，七师弟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不了解这个小子，他说失窃，你还真信了呀？刚才那2个门下弟子，明明就是被他给算计了。我相信武师姐的眼光，那你还不如相信这小子呢。师弟，你若信我，去我房间，我们单独聊聊。就这么亲近，还去房间单独聊，不会是想……七长老，有话你说就行。是这样的，就这么说就行。师弟，放心，我对你并没有恶意。七长老，我知道你的为人，你应该不会为难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弟子吧？师弟，你若信我，就在我这里修炼，我来替你突破。七长老，突破的事情，我还是想靠我自己啊。我师姐不在，你一个人怎么行啊？我性别这块我卡得很死了，好吧？性别？七长老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但是我已经心有所属了。他也是灵剑派的长老，你们同事之间还是别横刀夺爱了吧。哎呀，师弟，你不要呀！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。你发誓？这样的，我出生在西域的一个偏远山村，被强者所奴役。我们的工作是摘棉花，摘棉花也是技术活哦。但凡没有做好，那鞭子那是苦苦抽啊！哎呦，有一次我差点被活活抽死，还好是武师姐出现，救了我，也解放了我的族人。所以是他把你带进灵剑派？是啊，因为我出生在西域，所有人都极力反对，是武师姐收留了我，偷偷教我修炼，最终才让我通过了灵剑派考核。所以在我心中，武师姐既是恩人，也是我的师傅。难怪他们默认你叫我师弟。听说武师姐把无相剑骨传给了你，她很看重你哦。装骨丹是修炼无相剑骨的必备丹药。现在武师姐不在，我来替你炼制。既然咱们兄弟相称，价格方面能不能优惠一点？免费。果真？都是自己人，不必在意，就是不要让掌门和其他师兄师姐知道就好了嘛。放心，我这人的嘴出了名的严。刚才我观测到你的修为到达了瓶颈，马上突破第9重，突破第9重，你就能凝聚出虚丹。虚丹？断体炼气入气，虚丹、金丹、元婴、化神、合体、大成、真仙。我目前是最基础的断体境，文宝、小海、王忠他们则是炼气境，修炼到筑基后寿命可提升到200岁，在普通人眼里已经算是仙师了。而虚丹可以将寿命提升到500岁，实力堪比一些9流小门派的掌门啊！离家修仙2年半，连升3级，晋升虚丹境，连做梦都不敢想啊！师兄，我突破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那我现在就帮你炼制装骨丹。这有炼丹炉吗？这
难道是王五给你的？什么？你知道？哦，没，我只觉得这很符合师兄你的形象。7天了，王洛还没有突破。突破花费的时间越久，说明基本功就越扎实。不愧是50界看中的人。你们在这儿啊？走，快去天界堂开会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还不是王五，把人圣经仙门下面的一个小门派给端了，人苦主找上门来，要找我灵剑派讨说法呢。圣经仙门乃5大仙门之首，更是整个万仙盟的盟主，50界连他们都敢惹。掌门也正为此头疼，见也不是，不见也不是，所以要开会探讨，征求大家意见。宗门内王洛不会出事的，我们走吧。闯进了数百次都失败了，始终感觉差那么一点点，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？这次逃难不知归期，无相剑骨的修炼方式比较特殊啊。不过我打过招呼了，有不懂的你随时去找小灵儿。我是先走了啊。遇到个这么不靠谱的师傅，哼，看来只能找老板娘去了。我堂堂大明国皇子，那灵剑派是修炼的，不是来当看门狗的呀！行了，你真以为天剑堂那帮老家伙不知道我们是被冤枉的？谁让王璐那小子是真传弟子，我们又正好中了他的套。你快闭嘴吧，都怪你！你说你惹谁不好，非要惹王璐这个灾星？你10年。很快就过去了，你有多少个10年可以耗？这门谁爱看谁看，老子我不干了！阁下可以考虑加入我们千灵教啊！什么千灵教？听都没听过。哎，这是本教的招新手册，二位可以看看。本教弟子众多，遍布整个9州，凡是加入本教，哪怕没有灵根的凡人也能修仙。没灵根也能修仙？五鬼呢你们？算了，你跟个看门弟子计较什么？骂谁呢你？我们可是灵剑派内门弟子，岂是你们这些垃圾门派的土鳖能比的？负责看门的内门弟子比我还能吹啊！不加入我们千灵教，真是可惜了。什么3教9流的垃圾，竟敢侮辱我灵剑派！王忠，愣着干嘛？动手！正好憋了一肚子气没地撒，你们找死！哼，这难道就是你们灵剑派的待客之道吗？废话少说，看剑以多欺少，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1对1单挑啊！这看门弟子也不过如此嘛。什么看门弟子？人家是内门弟子。对，今日本座以一己之力击败2名灵剑派的内门弟子，记得将此事写进招新手册里。要吹就吹大点，就写这2人是炼气巅峰。我看行。嘿，吹牛啊，去别的地方，别来我灵剑派找不痛快。这气质起码是内门弟子。是灵剑派的道友啊，我们是千灵教的弟子，跟着智风真人来贵派谈事。他们就是被师傅一锅端的千灵教，是圣经仙门的智风真人。正是。哈哈，原来是一群技不如人、找靠山跑来告状的臭鱼烂虾。你骂谁臭鱼烂虾？骂你们啊？难道不明显吗？我乃千灵教长老，而你不过是灵剑派区区一名的普通弟子。错，是真传弟子。真传弟子也是弟子，我乃长老，再打不敬，休怪我。没事，我不怪你。欺人太甚，都退下，我亲自收拾他。别！哼，现在知道怕？只要你乖乖给我磕2个响头，我可以看在灵剑派的面子上，既往不咎。单挑多没意思，我是让你们一起上，我赶时间。这2年你所提供的情报，为何没有吴向峰的资料啊？你来灵剑派，怕也不是圣经仙门的意思吧？海云帆，你要清楚你的立场。
赤峰真人也别忘了，你是圣经仙门的长老，我劝你最好不要为了区一个千灵教而惹上麻烦。你懂什么？千灵教的重要程度远超你的想象，不仅是我，本门的几位长老对乾元燃血功也是颇感兴趣。这种功法真的能让没有灵根的凡人踏入修行吗？你试想一下，如果燃血功传遍九州各地，那么掌握此功法的人将会组成一种何等的恐怖力量！所以，我这是在为本门布局。好了，说说吧，你对王武了解多少？他不在灵剑派，不在。我只是灵剑派的一个万门弟子，对吴相锋的事知之甚少。我劝你最好不要招惹那对师徒。王武还收了徒弟，尤其是不要招惹他的徒弟。小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王兄，你要下山啊？对啊。我找老板娘，正好有个伴。好啊，我们一起。哎，你听说过那个千灵教吗？啊，不知道。哎呦，我在路上碰到几个千灵教徒来告我师傅状，我给他们收拾一顿，还不经打。走了。哟，一会儿的都是你干的，以后说话给我客气点。这可是灵剑派，不是你们这帮阿猫阿狗能来撒野的。带上你的人，滚吧，垃圾！说，谁是垃圾？不关他的事，是真传弟子王禄干的。姓王，原来是他。您就是赤峰真人吧？我知道他住哪。神识内观可以感知体内任何细微的情况。你看到了什么？好多路啊，错综复杂，看不到尽头。那是经脉，随便选一条走就行。只有好多金柱，好高，望不到顶啊。那是经过不断打磨形成的剑骨，不必理会，继续走。哇，这个好大呀，一柱擎天啊！真的吗？忍不住想上去摸一摸。不可以，身体会有反应。有事？哦，没事。你现在看到最大最硬的那一根是黄骨。黄骨啊？嗯，黄骨大成，便是虚丹。王兄已经达到虚丹境了。还没呢，差一点，始终无法突破，不然我也不会找老板娘帮忙。黄骨大成才是虚丹。日后金丹的炼成需要以此为基础才能诞生。随着修炼，金丹不是应该化成元婴吗？怎么会有越来越多的金丹？这就是无相剑骨的特性。无相功从第11重开始，每一重就会诞生一颗金丹。那王武的无相功练到了108重，岂不是说他有98颗金丹？错，无相功不知被王武改良了多少次，每次改良后的升级都会诞生一颗金丹。而改良后的重数会重新计算，而诞生的金丹可不会消失。这么说，是的，王武的金丹数量远超你们的想象。九州第1金丹可不是白叫的。哎呀，金丹越多，实力越强，那照这样修炼下去，迟早逆天啊！没点硬底子，他凭什么敢在元婴甚至化神境面前嚣张？况且这个金丹本来就不是那么好练的，就比如你现在的情况。那如何解决啊？修士突破大境需要渡劫，而无相剑骨的修炼方式，你懂的。挨揍？老板娘，我准备好了，来，尽情蹂躏我吧。平时打闹训练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关系到突破瓶颈，必须要通过实战才能激发潜能，突破极限。那怎么办？我总不能找长老他们单挑吧？其实呢，我这里倒是有个合适的人选。哎，不知道王兄敢不敢冒险试下了？谁呀？听说武长老回来了。圣经仙门亲自登门，武长老这次闯的祸可不小。我师父和3长老经常在掌门面前弹劾武长老，再出这档子事儿，他的长老之位恐怕很难保得住。武长老究竟惹了什么麻烦？听说是毁了一个祸害百姓的邪教组织。
胡编乱造，该打！你一个小小的炼器，竟能接我一击，好强！这换做以前，我根本就挡不住。多亏王兄教我怒气御剑法。赤峰长老，这小胖子很可能是真传弟子。不错，灵剑派虽然人少，是五绝中最弱的门派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真传实力不容小觑啊！胖子，你是哪位长老的真传呢？前辈，我不是什么真传弟子，我就是个普通的内门弟子。什么？我堂堂元婴4品境界，竟然被灵剑派一个普通内门弟子化解攻击？不可能，一定是撒谎故意羞辱我。前辈，文音师妹只是个外门弟子，您要是有气，您冲我来，我愿意替她承担一切。文宝师兄，文音师妹，混账！你在骂我堂堂圣经仙门长辈，欺负你一个外门弟子？不，前辈，您误会了，我一个炼气期怎么敢惹您金丹啊？谁说我是金丹？对不起，我刚才看您发挥的实力，以为您是金丹期。您虽然不是金丹期，但我相信以前辈的实力，一定可以成功突破。这胖子看着挺老实，没想到骂人这么脏。赤峰长老，他分明是在变着法子羞辱你啊！你个灵剑派小辈，好生无礼！今日我便带你的师傅，好好管教管教你。圣经仙门，好不要脸啊！皇兄，可以吗？文宝刚学会掌控怒气，就敢跟元婴大佬叫板了？元婴？什么？他居然是元婴？真的假的？元婴？他就是元婴。你就是王璐，让我千灵教弟子的人。对，就是他。赤峰长老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好，很好。王武唯一的亲传弟子，今日我便要看看王武教徒的本事如何。哎，等等，你到底是圣经仙门的真人，还是那个千灵教的长老？你搞得我好乱呢。你一个晚辈，没有资格过问。哎，你俩是怎么开山门的？身份登记了吗？核实了吗？王璐，你师傅闯的祸，你还会来问我们？圣经仙门乃万仙盟盟主赤峰真人来咱们灵剑派，岂敢怠慢？切，撂个软蛋！师傅当缩头乌龟不敢出来，那么今日我便拿他的徒弟开刀，我看看王武还能不能坐得住。正好打一场，助我突破剑骨。赤峰真人，你欺负我灵剑派的一个小弟子，传出去未免太丢贵派的名声了吧？这小子实力低微，连那胖子都不如，海云帆为何如此看重他？好，那我暂且就让你多活一阵，等王武出来，我跟他算清楚了账，再收拾你。王武回来了。事情大体就是这样。千灵教用乾云燃血功祸害当地百姓，而我替天行道，提着剑从小喽啰一路砍到他们教主了。结果他们教主也是个草包，当场被我吓得屁滚尿流。这好了，这无关紧要的细节就别谈了。老三，这结果如何呀？这王武说的都是实话呀。老三，你这个真言纸是不是坏了呀？他嘴里能有实话？果然，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。那我问你，燃血功被你抢了，是也不是啊？原来我在你们眼里是这种人啊！你给我打住啊！说他们残害百姓和朝廷，那赃款哪去了？总得给人留点隐私嘛。怪不得人家杀上门来啊！你都把人家一锅端了，那财宝、功法、法宝都被你给刮干净了吧？不管怎么说，王武长老替天行道是真，那我们灵剑派理应支持。我是认可武师姐的为人的。吴长老虽然生性顽劣，但我相信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也会站正义的一面。我同意。你们呢？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多谢各位长老的信任，尤其这两位师兄，一把年纪了还能昧着良心说话，真是难为你们了。好了，把那个赤峰真人叫进来吧。你们核实了这么久，到底打算如何处置王武啊？
在我看来，王五长老并无过错，不予处置。这种东西岂能当真？也只是他的片面之词罢了。那你又何尝不是片面之词？你说王五长老污蔑千灵教，你可拿得出确凿的证据？哼，我圣经仙门做事，还需要自证吗？万仙盟盟主的招牌便是最好的证据。怎么，你们如此包庇王五，是要与我圣经仙门作对为敌吗？这话我倒是要问问你们这些所谓的仙道魁首，做好了与我灵剑派为敌的准备了吗？这底气，难道灵剑派掌门真是化神境修为？哎，我说你都多大的人了，你可真有意思，动不动就把门派挂在嘴边。你是要永远躲在门派后面当缩头乌龟啊？你说什么？这件事咱们解决就好，不要牵扯门派，1对1单挑，你敢不敢？哼，区区金丹，我有何不敢？决斗挑战，赢家通吃，输者跪舔，怎么样？我好歹也有元婴修为，对付他轻而易举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那就说好了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全身家当归我。那么倘若你输了，又该如何？无所谓啊，给你当女奴都行。那倒不必。倘若你输了，你只需要乖乖的随我去圣经仙门负荆请罪便可。什么？要给你们整个门派当女奴啊？你好歹也是灵剑派的长老，思想怎么会如此龌龊？少废话，开始吧。灵宝，怎么，现在知道害怕了吗？后悔还来得及。这穷逼居然有灵宝啊！哎，陆离，快帮我估一下值。这么多弟子在，就不能收着点吗？哼！昆山神剑8品灵宝，若在苍溪中玄天馆，可作价80万；在中州之地，可得稍逊，可值60万灵石。果然是好东西啊！快来吧，我都迫不及待了！快！此事必须压下来。王五，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我看，法术屏障，元婴级别的战斗很容易波及旁人，有了这个法术屏障，再大的冲击波也会被抵消。哎，开盘了！一边是元婴界的高手赤峰真人，一边是向来不靠谱、止步于金丹的王五长老。来，下注了，买定离手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！来，瞧啊！行，我压肯定压他呀！这对师徒真是我灵剑派的耻辱！哎，买定离手啊！机不可失，买定离手。这一战，倘若我输了，便不再追究千灵教的事情；若是你输了，给你们整个门派当女奴。够了，这是决斗，请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来吧。现在我就让你知道金丹和元婴的差距。凭空消失了，看来果然不能轻敌呀。好快，但他为何没有偷袭？啊，抱歉，手痒下注去了，我赌自己赢。你要不要也玩一把？够了，这是决斗，你们灵剑派能不能有点尊重？那让你先来。混账，瞧不起谁呢？赤峰真人是纯粹的土象灵根，而这昆山剑也是土象灵宝，二者相配，施展法术时更能得心应手啊！果然，男人上了年纪就是不行。我说志峰同学，你的石柱还能再厉害点吗？混蛋，我可不止这一招！庚金之剑。让我得意，你笑得出来吗？法术不错，可惜脏了点。有没有环保点的法术啊？他居然没事。他真的是金丹境吗？不愧是王五长老，元婴级的攻击对他完全无效。怪不得都传闻王五长老防御无敌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对，五长老的剑呢？
装腔作势。这一剑虽未伤你，可是却毁了你的灵宝。灵宝？啊，你说我的竹剑啊？我吴相峰有座竹林，随手可折。什么？普通竹子？普通竹子怎么可能抵挡我这8品的昆山剑？这玩意儿硬度虽然重要，但光有硬度还不够。再说，哪有人决斗有法器啊？对付你，这就够了。哎呀，无耻啊！明明就是穷用不起灵宝，非得装出高手风范。哎，看来这女人绝没有表面那么简单。看来速战速决是不行了，我要以灵气的优势打持久战。持久战真是可笑！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至理名言啊？只有累死的牛，没有耕坏的田。老娘可是女人。你。文宝师兄，武长老说的那些牛啊田啊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也不是很懂。别说了，直接看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剑可是8品灵宝，我还是九州第1金丹呢。刚才我若想杀你，我有3次机会。怎么样，服了吗？我只是潜心修炼，不善争斗。再来！当初在白月国你追着我跑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们这帮人啊，打得过吗？就是老子神通广大；打不过就是不善争斗。剑谱那么好找的吗？赤峰真人再打下去，可就难看喽。好，我认输。那昆山剑就归我了。我说了，是我技不如人。可是那乾元燃血功也并非什么魔功，而是可以让普通人踏足修行的奇迹。赢了多少？怎么分啊？喂，3-7啊。7场，那人家多不好意思呀。我7你3。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？不用管我，尽情发表你的失败感言啊！你们灵剑派能不能尊重一下对手？这凡人修仙本就是谬论啊，没灵根没资历，就算是强行修行，也不过是给别的修士当牛马罢了。要是遇到宗派斗争什么的，那也只是冲在最前面的炮灰，所以有意义吗？但是每个人都有追求长生的权利，不是吗？一把年纪了，这该说你幼稚呢，还是该说你傻呢？别说修仙界了，这世界呀就没有所谓的公平。如果实验成功，那么乾元燃血功将会开创新的先河，到时候整个修仙界将会引领新的革命，人人皆可修仙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还革命？凭你那折寿神功啊，我灵剑派长老不是个个都境界比你高，但随便挑出来一个就能吊打你，你信吗？燃血功不过是以寿命为代价拔苗助长罢了。哎，人人都想走捷径，要是捷径真的那么容易走的话，你能被王五给打败？如果人人都以寿命换修为，先不说实力如何，想想整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这不是魔功是什么？我看你这样子好像很不服气，不过没关系，这是你的选择，跟我没关系。但你若要再敢坑害世人，我还收拾你。你以为你们是谁呀？论身份，论地位，我圣经仙门才是修仙的正统。你可别扯犊子了啊！输了就输了，何必呢？等下次以后变强了再来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你一个小辈，有什么资格教我做事？无可救药，我们走，让为师看看你最近修炼的如何。武长老小心！随便小意思的啦。王路，不好，王路！
我把事情搞砸了，就算回到宗门，也难免一死。我伤不了你，那我就杀死你唯一的真传弟子。我是圣经仙门的人，你们无权审判我。师傅，对不起啊，给你丢脸了。临死前，能不能答应我一个愿望啊？好，只要你不打灵宝的主意，为师什么都答应你，哪怕以身相许都行。昆山剑，昆你妹啊！不行，我都要死了！别装了啊！装的？装的？哎，哪有啊！真的很疼啊，我啊！突破了，还差一点。切，蜀门2个月了，还没到虚丹境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都没亲自教过你。王兄，承受元婴全力一击，你确定你没事吗？还要突破了？2个月就虚丹境？武长老，你还收不收徒啊？或者王陆师兄，你有没有收徒的打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王璐，你不要硬撑着了。刚才你撞了我一拳，就算不死也得伤。偷袭一个小辈，简直是无耻！不施予惩戒，你真以为我灵剑派是个软柿子不成？哎，掌门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莫非要为他求情？哪有？其实刚才他一拳打得我挺爽的，能不能让他多打我几拳啊？这小子说的是人话吗？掌门师兄，你就答应了好了。若是志峰真人表现的不错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混账！你们拿我当什么？给你机会偷袭你都不重用。你要知道，我徒弟才断体境。怪物，灵剑派都是怪物，练气境就能轻松抵挡我的攻击，金丹也能轻松击败。这小子更是怪胎，我这一拳明明毫无保留，他竟然毫发无伤。赤峰真人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你自己选吧。好，哎呀，来吧！我来了，千万不要因为我是帅哥而联系啊！用全力，来！我真的来了，来呀！全力来！你突破了！谢了。突破就这么简单吗？这应该是王武长老的特殊修炼方式吧？不愧是真传。是啊，看到了吗？你所谓的公平，在绝对的资质和天赋面前有多可笑？王璐入门才不过2年半，你们千灵教徒可有虚丹战元婴的底气啊？所谓仙凡有别，指的并非实力，而是各自的道。不错，强行改变凡人的气运，不顾他人生死的行为，绝非正道。赤峰真人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受教了。两位师弟，山门在那边。师傅，如今我剑骨大成，实力达虚丹境界，不如我们吃一顿庆祝一下。好啊，你请客。告辞。文宝、小海，今日下山喝个痛快，不醉不归。刑法长老，一起啊！亏你还记得我是刑法长老啊！罢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也是我们灵剑派的一桩喜事，就由他们去吧。赤峰长老，赤峰长老，您不能退出啊！您要是退出了，我们千灵教怎么办啊？灵剑派说的对啊，千灵教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再找一些上京门人入伙，一定能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啊！孔张道人，你干什么？输了，你一个管情报的，凭什么动我的人？丢人现眼的废物，要你何用？区一个金丹境，还敢在我元婴面前大放厥词？你以为你是王五吗？你不是金丹境，对付你这样的废物，还需
需要多高的境界？什么时候做人？哼，看我的心情吧。这几年，我收集到的所有情报都在这儿了。只有这些吗？看看你就知道了。这灵剑派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志峰险些酿出大祸来，所幸那位真传弟子没事。暂时不要招惹他们，沉睡的狮子就让它沉睡吧。门派打算如何处置志峰？不必处置了，在下面拴着呢。善后的事我来办。掌门，你找我们有何事啊？圣经仙门飞剑送来100万灵石，这是千灵教那件事的封口费吧？这是驴肉火烧。别吃！方才我用大眼术看过，这驴肉火烧，这那个赤峰真人竟然被……哎呀，这圣经仙门也太狠了吧！变成驴也好，起码保了条命，过个30-50年应该还能变回来。你最近修炼的怎么样啊？我的境界是稳定，但是吧，这药浴对我不起作用，灵剑派也没个合适的陪练，哎，感觉很难再进步啊。我找你来啊，正是为了此事。掌门决定让所有炼气期5品以上的弟子下山历练。历练？这灵剑派不是一直是与世隔绝的闭门状态吗？怎么，掌门抽风了？掌门的星辰大眼术可以看到因果和未来，所以呢，他应该是感知到灵剑派将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所以提前防范于未然。类似于大预言术吗？差不多吧。此次历练的目的呢，主要是斩断凡间尘缘，方能一心向道。哎呀，这历练什么目的啊？我不在乎，我只知道出来这么久，我也该回家了。你这么抗揍呢，安全问题为师就不担心了。能感动吧？想拍马屁就快一点，为师很忙的。这牙签怎么在哪儿见过？看清啊，那是你心心念念的昆山剑，用灵气试试。送我了。以你虚丹的实力，拿翠竹剑砍人实在太费劲了。这小小昆山剑你就留着用吧。历练是在7日后，通知你那些好基友好好准备准备吧。哎呦，谢谢师傅。什么？这要走了？历练不是7天后开始吗？你现在离开，会不会受到惩罚？历练对门派来说只是例行小事。再说，我乃真传弟子，要罚只是罚我师傅。据我对王武的了解，他巴不得王璐早走呢。是的，这修士在凡间简直不要太好捞钱。哎，说不定历练一段时间之后，就能给他盖间像样的洞府了。只可惜这一次不能组队，要不然咱们一起啊。废话少说，记得把你师傅欠的酒钱给还了。一言为定。王兄，我祝你历练顺利。王兄，我哎呀，好了。好徒儿，你老家王家村的麻烦，连为师都感到棘手。为师倒要看看你如何解决。